现在不可以进。不行，我们老板娘说了，必须亲自把东西交到客户手上，并且要拿到5星好评才算齐活。我说过不行就是不行。吵什么吵啊？我们老板娘王子，我说叫个外卖还管啊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小心我去方总那儿告你们虐待艺术家！你们瞧瞧，一个小姑娘被你们欺负成这样，你快进来，给我看看你有没有被他们伤到。你白天看起来比晚上还要好看。晚上？你昨天去看我演出了？嗯，我难得出差一次都能被你看到，咱俩真是太有缘分了。我叫方烈，我叫吉利斯，我叫小七。以后咱俩就是朋友了。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的事儿就是你的事儿。来，脱衣服。啊？脱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被人非法囚禁，只有你才能帮我金蝉脱壳。金蝉脱壳？就是我换上你这身行头，逃出去。他们为什么要囚禁你啊？你是坏人吗？我当然不是坏人了，那无良商人把我关在这里画画，他以为艺术是水龙头啊，一拧就哗哗流出来。艺术那是灵感的激荡，那是情感的勃发，那是超然于这个世界的东西。你为什么连讲道理都那么好看呢？说吧，我能怎么帮助你呢？很简单，我穿上你的衣服逃出去，你呢就装作我留在这里。你放心，那个无良商人只会为难我，不会牵累你的。好。方总，下个月画展就要开始了，准备好你的画稿，你就可以去休假了。我是不是见过你？别跟我套近乎，我才不认识你这样的坏人呢！非法囚禁艺术家，去！风烈去哪儿了？我不告诉你，你别靠近我，你别靠近我，你再过来，我拿超能力吓死你！天啊，奇怪，怎么使不出来了？能不能别做傻事？我不会为难你，你只要告诉我方烈去哪儿了。方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位是……方总小心！不要追了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找到他就能找到方烈。柴姐，对不起，我把工作服给……怎么回来了？刚刚一个帅哥给你送的呀。他来了，他真的过来找我了。哦，对了，这还给你留张名片，说今天晚上要到这个顶层的餐厅等你。
我说小七呀，你才刚刚工作，怎么就跟客人勾搭上了呢？我就是我，我是在表扬你，我就是需要像你这种可以迅速跟客人打成一片的员工，知道吗？柴姐，还有多少外卖要送？我早点送完，早点下班。你还可以送外卖啊？当然了，我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。小七啊，你果然是奇货可居啊！我先上楼了。柴姐，我回来了。柴姐，柴姐，别喊了，这里我已经全包了，你只需要服务我一个人就好。柴小七啊，柴小七，人家大金主亲自请你留下，你怎么能拒绝呢？赶紧回去！可是柴姐，我不是已经下班了吗？你什么意思呀？不能加班吗？怎么这么自私呢？不能为别人考虑一下吗？为我考虑一下吗？为这个店考虑一下？难道你非要去认那个大？我加班，我加，怎么加班都行，加班使我快乐，加班使我愉快，我热爱加班，耶耶！这位顾客，所有菜品都在上面，请您过目。不用了，把你今天送去酒店的餐，全部都给我上一遍。厨房。他们都已经被我遣散了，这样吧，你自己做，顺便再给你自己做一份。等吃饱了，就带我去见方烈，就是今天你放走的那个人。不好意思啊，本餐厅没有外包项目，而且本人我呢，只会送外卖，不会做外卖。如果你不满意的话，您就去别家。老板娘，我做外卖谁不会？你等着，我给你做外卖，做外卖使我快乐。我俩这手简直跟金克拉的石头一样，又硬又臭。等着，马上就来。这是什么呀？哎呦！哎呀，地球上的东西太奇怪了。小布，你快帮我查一下资料。小布，我不就是给你倒了点酒吗？你至于不说话吗？算了，我自己想办法。然后再加，加。在干什么？我在做饭啊。拿灭火器过来。灭火器长什么样子？是猪吗？啊！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你说什么？不要过来！真的，你现在荷尔蒙太刺激人了，我感觉我好像要死机了。你能说人话吗？原来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。你说什么？不要过来！你身上的荷尔蒙太刺激人了，我感觉我好像死机了。你能说人话吗？
的位置。喂，站住！站住！拿了我的信号器还敢抢我的男人，你以为我这样就没办法了吗？怎么样，还行吗？你晚上有票的话，咱晚上去看啊。行，没问题，那我们一会儿一起去看。方烈，方烈，你来了，来，走。那个，哎，不对，方烈，你赶紧走吧，来不及了。那个无良奸商马上就来抓你了，快走快走，赶紧走。方冷，啊，走吧，哎呦，走啊放心吧，他不可能找到这儿的。来来来来来，哎，不是，方烈，真的来不及了，快走吧。怎么？难不成是你告诉他的？不是，我当时真的没有想要出卖你的，可是那就没有可是，整个餐厅都是我的人，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，我立马就会知道。今天我不光准备了吃的，我还准备了演出。演出，其实我已经叫过好多次外卖了，他们都当我是坏人。要不是你，我到现在还在那小黑屋里困着呢。我方烈做事就是这么简单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。来，干杯！哎，不过你们地球人报恩的方式就是吃饭吗？那就要看恩情大小了。像咱们这样的恩情，一顿饭下来就变成交情了。那要是救命之恩呢？那就得以身相许了。以身相许？你是猪吗？啊！不行不行，我才不要他以身相善良的外许。卖小妹啊，你除了帮过我，还救了谁啊？没有啊，又不是谁都像你长得这么好看的。有点意思。你来自哪儿啊？我来自很遥远的地方，比星星还远呢。难道你是外星人啊？你怎么会知道啊？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！我也告诉你啊，其实我也是外星人。真的吗？哼，我就知道，像你这么好看的人，怎么会是普通人呢？哎，我来自开普敦星球，你呢？我来自625星球。 625星球，625星球在哪？我怎么没有探测到呢？在哪？哎呦，我的星球太小了，以后再给你介绍啊。哦，很高兴认识你，来自有心的朋友，让我们在地球相遇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来自有心的朋友。你戴着手套干什么？哎，不可以。 我们星球人的皮肤构造啊，跟别的星球的人的皮肤构造不一样，所以呢，不能直接触碰到，要不然会发生了不得的事。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啊？你很快就会发生了不得的事情了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这个人的味道，信号器。哎，你们几个我哥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？玩够了没有？玩够了就赶紧回家。我这怎么能叫玩呢？我这不是出来找灵感吗？找灵感。带走。哥，放开我！你这是限制我的人身自由。我已经给你自由了，按照合同走的话，高额赔偿。如果你没有遵守合约的话，你只能在监狱里找你的自由了。走。不行，让你的人把方烈放开，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。 奇怪，怎么感应不到信号器啊？难道没在他身上？小七，没想到你这么够兄弟啊！请你自重。他是什么人？他是我朋友。你都交上这种朋友了，好啊！从今天开始把他关在我家里。他身上没有信号器，会不会在他家里？走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要把他带走，就把我也带走。 请你不要逼我对女人动粗。不行，我就方烈这一个朋友，你们不能伤害他，不能。放开，放开！
小七跟我的心，还有我跟小七的心是一样的。哥，你今天要是不带我跟小七一起回去，我有100种方法画不出画来。怎么闹成这样？松开！啊？你同意了？走，我们走。哇塞，这里还蛮有意思的嘛。有什么意思啊？天天跟这帮没生命的机器打交道，人都变得像个机器一样。说完了吗？王丽，哎，去2楼房间睡。哦，至于你，去客房里睡。不要，我要跟我的王子睡在一起。客房就客房，反正进了哪儿睡哪儿都一样。哎，你知道客房在哪儿吗？我知道，我带你去。走。喂，方总，这个小七来路不明，我有些担心。这只不过是个疯婆子，让她暂住1天吧，以后稳住方丽，其余的明天再说。好的。哇塞！都说宇宙旅行好，不如床上睡个饱。天哪，地球人也太会享受了吧！不行，我是带着任务来的，我的信号器，出现吧，我的信号器！怎么完全感应不到呢？看来只能手动找。哪儿漏水了？谁？哪儿都找不到我的信号器，还差点被他发现了。
难不成在他房间里？就差他身上没有好好找了。人要相信自己，我只找信号器，绝对不乱摸。说，你的透露些什么？那天光看他身材全，这么看起来脸也不错，眼睛亮亮的，像塔几颗星球的极光，鼻子挺挺的，像穆赫兰的雪山，嘴巴像什么呢？回答我！啊，痛！不许说话呀，不然我立即报警。我没偷东西，我是过来找我信号器的。说谎先动点脑子，我这里怎么会有你的东西啊？说了你也不信，不然怎么办？受伤？托给你受。没羞没臊，不知羞耻，没有涵养。我真不知道我弟弟为什么会看上你这种女人。我还想问呢，方烈这么好的人，怎么会有你这么糟糕的哥哥？这无1秒钟我也待不下去。奇怪，怎么他一再就不理我？你在干什么？就是因为你碰到我才发挥不好的，放开！放开！保安，马上上来，有个神经病。放开我！我好歹也是方烈的朋友，你们就这样把我拖走，不好跟他交代吧？你们，喂！像你这种半夜跑到陌生男人房间的女人，我把你留下才不好跟方烈交代吧？先生，放开我！你把他弄走。先生，气死！走。小姐，你就别闹了，不告诉我你们家住在哪儿，我们好送你回去，好交差啊。不用麻烦了，我自己就可以回去。放走。人呢？找啊！走啊，哥，小七还没起来呢。他已经回去了。怎么可能？我还没走呢，他怎么舍得回去啊？我去看看他。小七七，哥，连床铺都没铺开过，你是不是连夜就把人赶走了？是什么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不准你跟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在一起。谁都能跟我说这种话，但就是你不行。现在哪一个八卦新闻不把你的情史当段子说的？你以为前阵子逼婚的事，爸妈就这么过去了吗？这是我的事，你当务之急
是不是应该抓紧时间准备好你的画展？你不是说你想要自由吗？你没有那个能力，有什么资格跟我谈自由？哥，你到底把小杰他怎么了？我跟他发生了什么，你不会想知道的。哎，哥，你们干嘛？你们把我当犯人吗？小少爷，您就不要为难我们了。夫人，您特意叫我过来，是不是有什么事要吩咐？世达不在家，你我自家姐弟，别那么客气。坐坐坐。姐，我平常不方便跟你接触，就是怕公司那些人说闲话。毕竟我是靠你的关系才做到经理这个位置的。我知道你做事谨慎，我这不是有要事要跟你商量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还不都是那个方冷害的。我原本以为这丽儿毕业了，能顺顺利利的进公司工作呢。嘿，也不知那方冷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了，现在每天闹着要开什么画展。他方冷安的什么心我不知道啊。我是怕丽儿就这么混下去，耽误了进公司的最好时机。你看看这方家家大业大的，现在什么都是方世达和方冷说了算。我是怕我装傻装久了，他们还真以为我们母子俩傻呢。听说董事会已经有人提议，说让方冷接替董事长的位置，是吗？姐，你放心，只要我在，方冷是不可能坐到那个位置的。你有主意啊？嗯。失忆？你有证据吗？唉，方冷生性多疑，怎么可能留下证据让我们去找呢？不过只要出现这个女人，这证据不就来了吗？